到了后台，赵露思把她的发型卸掉了，这一抹头发的瞬间，让她飘逸的秀发显得格外耀眼。赵露思已经证明是新一代女巨星中的发量之王。因为经常拍古装戏，演发型，演员可以保持高发际线和大体量，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女性表演者都会表演发型和服装。由于赵露思已经退役多年，发量不大，她的工作室近日放出了一段她在此过程中的视频。在这段视频中，他们展示了由于她头上的辫子很难去除她的发型，脱下发型时，赵露思双手抓挠头发，表示如释重负。这是因为整天穿这么紧的发型会给头皮带来一些压力。然而，许多其他人发现 Lucy 的头发剪后蓬松而有吸引力。露丝脱下她的头发后，头发变得异常蓬松，比她整张脸还厚。不过，一般人的头发并没有露丝的金狮王称号所显示的那么浓密。我注意到露丝的长发在她看起来很紧的时候被向后拨离她的脸。我想知道她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中是如何保持头发的。不得不说，赵露思是最有名的头发多的女明星之一。她的发量如此奢华，以至于在许多其他人身上都很难找到。当她在工作室进入后期阶段时，她不禁感叹并评论了头发的体积。赵露思在幕后摘下假发，当她擦掉她的新发型时，她的新卷真的很惊艳吗？你喜欢她吗？杨洋的身体似乎在他参加像军事艺术一样的表演时激活了有趣的开关。杨洋的古装完美地传达了他傲慢、迷人、病态的举止，他们也是他高水平举止的完美展示。演戏之余，杨是个逗比，对演员若白和肖奈有很大的误解。杨洋的笑容没有到达眼睛，因为他是珠穆朗玛峰上长着一张俊脸的男性。当他听到别人的搞笑故事时，他能够保持镇定，而不会感到身为偶像的压力。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特别战争荣耀的宋云天和他的乐队成员一起表演了一首歌。他们是一个能够唱4个声部的8位组。他的后臼齿仍然是他接触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他对指挥官步态的狭隘模仿反映了这一事实。还有，杨洋需要帮助。效益是军队创造的艺术。陈腾、沙溢、杨洋的草为什么不被认为是不平整的？他们是拥有成千上万粉丝的英俊、高声望的男性偶像。此外，沙溢和杨洋都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实力派喜剧演员。我以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草之间的差异代表了学校的不平衡成绩。我相信腾格里是任何一个涉足喜剧的军校毕业生的最终归宿。因为我们都知道军艺校草是军艺校草的代名词，所以喜剧演员必须逃离家乡是毫无疑问的。因传承军事艺术而逐渐发展成为军校教师，俏皮话到哪里去了？一去不复返，一切都是可追踪的。我很想知道杨洋是否有任何喜剧的身体测量。他戴着口罩从水瓶里喝水，拿着威亚鞋，丢下麦克风，看起来像个大男子主义的小丑。他甚至在打招呼时系上安全带并关上车门。在我看来，这些愚蠢的滑稽动作让他看起来像个英俊的白痴。杨洋在演唱流行民歌版的童话时，宣称童话中的故事是假的。今天我对这句话的印象仍然像我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清晰。人们最初发现微博令人毛骨悚然且令人反感，然而他最早的条目已经吓坏了许多观众。其中包括诸如杨洋撒了他的饮料，杨洋为他的秋季衣橱偷了一个宽松的剪裁和杨洋下车时差点从车上摔下来之类的话。人们还认为杨洋是一个巨人，因为他的账号非常受欢迎。杨洋的搞笑天赋经常在综艺节目中展现，尤其是他在元气满满的兄弟中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青春游记在杨开搞笑开关时彻底出轨。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场景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提及，诸如无效答案之王和梗犬之王之类的头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洋的国民校草变成了国民校草，具有喜剧效果。它不仅有 buff 效果，而且它的叶子也呈现出与宋小宝富有表现力的眉毛一样的沙颜外观。
模仿宋的经典舞步，喜剧的灵魂乐章绝对是爆笑，就好像有人完全抛弃了自己一样。杨洋的喜剧天赋让很多人都感到惭愧，这让我们看到了综艺节目中看不到的杨幂的另一面。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暴虐的状态，但他们却在观看时找到了乐趣。我必须赞扬杨洋的演技和对他塑造的角色的出色刻画。他小说般的美貌与他的表演相得益彰，让观众为之着迷。杨洋油腻的穿搭很好看，只是形象有些暗淡。我也希望他通过一个写得很好的剧本继续进步和成就。英俊的男人以他的美貌为生，致命且不可抗拒。没有人能抗拒他诙谐朋友的诱惑，尤其是当他如此无忧无虑以至于没有任何负担时。